好，讲到这个，一定又会有人跳出来说，哦，没有，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找认识的房仲哦，然后多付了很多钱，怎么有的没的，跟屋主联手要坑他。那你要我讲什么？这个叫交友不慎吧，莫名其妙。你找认识的自己人，他的人品你知道，你要跟他去做，这不是你活该吗？认识的人通常都是亲戚朋友这样。有一个小环节要注意，就是说房仲要找在地的，你不要说你认识的是住三重的朋友房仲，然后你 po 给他看高雄的这一间好不好？那谁知道这种东西的经营很在地那差太远了就没办法，所以大概都是找在地的。而且在地房仲有很多优势，如果他做的久，他在地银行的窗口他都认识，你贷款贷不贷得到，估不估得到，他帮你看看他就知道了。找在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重大建设流派就很在地重大建设你买这间房子最好就是附近会有重大建设正在盖或者是未来可能会有重大建设要盖这种很在地的资讯，就是在地的房仲才会去掌握。找到好房仲的关键秘诀，让购物之路更顺利先说结论，先找认识的吧因为认识的总是站在你这边。如果他没有存心要害你的话，那如果没有认识的话，那你就找当地的大品牌房仲店这种是比较安全。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礼拜聊了哪种房子不要买，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怎么找到好房仲那接下来我们讲的都是中古屋在聊怎么挑房子之前，你甚至会遇到一个关卡，就是房仲。应该也不是说是关卡，应该说你避不开房仲，而且跟房仲合作是有机会可以让你买到好房子的。那在讲怎么跟房仲合作之前，我们现在来聊屋主自售先说结论，除非是你知根知底的亲戚要便宜卖你，不然你就不要去碰那个屋主自售的房子。因为这种房子第一买不到便宜，第二麻烦超级多。我们先讲买不到便宜我说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就是为什么你觉得屋主他不愿意让房仲去帮忙卖他的房子，他自己愿意这样子一个个带看，因为他不想要卖便宜他宁可跑好几趟。那问题来了，他连这个可以灌在买方的手续费他都要省了，服务费那你觉得他愿意卖给这个买方便宜多少钱不要傻了，他也不会给你便宜的。那屋主自售就是这样。再来第二个，麻烦很多，因为你们中间没有第三者少了缓冲，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概就是你开价不如预期，他就会直接给你动怒或怎样赶你出门。这种乡民已经遇过很多了。那或者是你们已经谈好了，但是因为没有第三者，所以你也不可能直接下握，谁敢直接拿钱就给陌生人这样？所以就变成你们在正式交屋以前，对方都怎样，随时有机会变卦他也会怕你变卦他想要跟你要钱或者要压本盘你又不敢因为对方只是一个屋主就没有一个公正第三方在介入，那你也不要想说到时候求偿什么的都会超级麻烦的。所以你要知道，买中古屋还是要找房仲帮忙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只要你中间卡一个正规的房仲，就不会发生了我讲的是正规房仲房仲我知道一讲到房仲，大家就会想说很多房仲很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个就是市场中总是会有那个老鼠屎至少我在推荐的房仲都很 OK， 像台湾房屋美术之前我不是跟他做10几年了最近都还有在处理买卖的事情。例如说屋主你去找屋主自售屋主会洗脸那房仲被洗就被洗，他们天天都被洗，他也不会觉得这样。或者屋主到时候讲好的价格翻脸不认人，那房仲有介入都可以去处理这些事情那就是看你签约的是哪间房仲的品牌。永庆的话就永庆的法务团，台湾房屋就台湾房屋法务团队。如果到时候出什么卖方的责任的话，他们就会直接帮你去干那个房东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那我也知道大家下意识会对房仲很排斥嘛，觉得他们太好赚嘛因为总是会有一些不守规矩的房仲。那现在是真的少非常多了，因为这个社群网络很发达，黑心房仲一出现马上就被爆料，然后房仲店直接被延上所以黑心房仲这些事情我跟你讲，房仲店自己更怕。这个房仲有问题，他在哪一家店，其他同店的人不是说好好的，对通通都被带赛那大家都不去找他们所以他们也会防范这些事情。最后你要知道，先找认识的，再找有牌的。那接着我们就来聊你要怎么找到好的房仲。先说结论就找你顺眼的就好了例如说你就喜欢帅哥，那你去找帅哥房仲，因为大家都差不多啦。因为这个房仲在未来的几个月到几年里都会跟你有密切的合作，要带你看很多房子所以
你是女孩子，你想要找个帅哥陪你看房，那你去找嘛，对啊，这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是那个想找正妹的话，那你就去找。那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我的建议是，你先找认识的。认识的人，至少你会知道他人品怎么样，对不对？好，讲到这个，一定又会有人跳出来说，哦，没有，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找认识的房仲然后多付了很多钱，怎么有的没的，跟屋主联手要坑他。那你要我讲什么？这个叫交友不慎吧，莫名其妙。你找认识的自己人，他的人品你知道，你要跟他去做，这不是你活该吗？认识的人通常都是亲戚朋友这样。有一个小环节要注意，就是说房仲要找在地的，你不要说你认识的是住三重的朋友房仲，然后你 po 给他看高雄的这一间好不好？那谁知道这种东西的经营很在地那差太远了就没办法，所以大概都是找在地的。而且在地房仲有很多优势，如果他做的久，他们在地银行的窗口他都认识，你贷款贷不贷得到，顾不顾得到，他帮你看看他就知道了。找在地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重大建设流派就很在地重大建设你买这间房子最好就是附近会有重大建设正在盖或者是未来可能会有重大建设要盖。这种很在地的资讯，就是在地的房仲才会去掌握。我当然也有遇过，隔壁就是一个超大的公办的营造案，然后我去问整间店，那时候那小女生刚入行，一问三不知。我当然遇过这种情况，但是我会说，身为房仲就会把他该地的功课都做得好好的，你就去问他重大建设，他理当都要答得出来，答不出来你就不用找他了，就是这样。同理，你也可以用这个去探附近有重大建设正在盖，结果他一问三不知，这不是很诡异吗？就不要让他来浪费你的时间。如果你都没有认识的房仲也没关系，你就找大品牌的信义最规矩，信义永庆台湾房屋中信房屋这种，你不要去找你都没听过名字，看起来就很像家族企业在开的那种。那如果你要找台北或高雄的话，等一下可以直接看到我的广告带，那2间房仲店我都配合很久，专业不用担心。如果你要高雄自产的话，你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如果你是台北市的话，你就找肖店长，等一下你都会看到他们的 LINE。 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怎么找到好房仲。那我先跟你提醒了，不要买屋主自售的房子，没有麻烦也不会比较便宜。那我更建议你的方法是找到一个好房仲，就跟他深入合作就好。你不要看房仲好赚就进来这个行业的那种房仲，但房仲只要稍微有个吹冷风的情况，他就离开这个行业了没有？就像我配合的台湾房屋店长，管他房市好或坏永远都在，就是这样。重大建设问他都知道，哪一块土地建商买多少钱，哪边的预售预计推案多少钱，他通通都知道。我做功课有不会我也是问他，这种是在地经营的专家，跟这种人配合就好了。那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找认识的，因为认识的你知道他的人品就有问题了，你还找他，那就是你有问题了。沟通起来应该有认识也会比较顺畅，但是要记得要找当地。你要买三重房子你就找三重房仲，你不要买三重房子找高雄房仲，对，就是这样。再来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大品牌大牌子，因为大牌子才会有专业的法务部门，他们比你们更怕底下的房东在那边乱搞，因为他们出来灭火的成本很高。你看他们花钱打广告花那么多钱，结果一个迪卡在那边黑心房仲什么有的没的，他过去累积下来的行销资源就要打水漂了。所以大品牌不会歪到哪里去。那如果再收敛的话，就是大品牌的房仲店里面的销冠，就你看挂很多旗子，然后都他名字，你就找那个就好了。这不是歧视而是销冠手里的资源一定会比其他同仁来的多很多，所以找销冠是最安全的。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那前面讲到那个 50% 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那 50% 的财富传承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财富传承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
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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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那高雄的重大建设，我还做了一个高雄重大建设加美食地图的 Google Map Map 地图反正你点开那个地图就是我做的那个重大建设地图跟很多那个 YouTuber 不是来拍来吃高雄，对不对？那些他们吃的店我都把它点出来，这样都插在地图上，反正就是美食跟重大建设都摆在一起。你要来高雄玩还是你要看房子那你都可以参考这张地图这个我也花100多时间做的那我自己也用得很开心因为我就是平常没事我都看那些 YouTuber 吃吃喝喝我去吃这样那使用的方法是你要去我的那个影片的资讯栏复制那个连结，然后贴在你的手机浏览器上打开来看才会正常你直接点那个连结它会内建打开你的 Google Map这个 app 那不对，那打开来很多问题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你就是用浏览器开就复制那个地图连结再贴到浏览器去打开，这样才会正常好啦，以上台北的 LINE 高雄的 LINE 重大建设跟美食地图你都有了，那就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故事，正妹9号最近人生忙得像一只滚轮上的仓鼠，他总觉得自己应该要拥有一间温馨又有格调的小房子让他可以美美的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喝咖啡。于是他就滑了滑591看到有一间屋主自售的房子，上面写着喜欢的话可以讨论。于是他跟屋主约好时间看屋那一开始屋主还用夸张灿烂的笑容迎接他，但正妹9号的出价一讲出口没有达到屋主的预期，屋主立刻收起笑容脸就像吃到一片超酸的柠檬一样在那边颤抖。但尴尬的是现场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还价，正妹9号只好随便找个理由夺门而出。没想到就在他惊魂未定的时候，又收到了屋主的简讯，上面满是刚才屋主的训斥他说没有钱就不要出来看房子。正妹9号觉得超级荒谬，我也没开得多低你讲的好像是我要抢你的房子一样。然后正妹9号就觉得这个感受非常的不佳，那他就知道屋主自售的房子可能神经病会比较多。正妹9号就开始筛选房仲店，找到一个笑起来很帅的帅哥，他每次来看屋的时候都会顺便帮他准备饮料跟甜点的帅哥房仲。而且他刚开始只是看他的帅气度就决定要找他看房子，但是看了几间房子之后他就发现这个帅哥房仲好像也是蛮专业的，
对附近的房地产了如指掌。他随便指一个建案，帅哥房仲都能够爆出那个建案的开价，最近成交怎么样，跟附近中古屋的行情，甚至一些外人不是那么明白，比方说那一间社区大楼它的管委会很有问题，如果你要买的话，这个要再想想。所以在地经营知道了非常多外行人不知道的情报，他就很放心的跟这位帅哥房仲合作。最后花了半年的时间，帅哥房仲终于帮他找到一间他梦寐以求的中古屋，价钱也负担得起。落地窗前真的摆着一张能让他翘脚喝咖啡的椅子，这枚9号真的很开心，并且跟你分享一句话，就千万别省那个中介费，因为屋主的地雷会比你的前男友还要难搞。